英国还在嘴硬，娇娇要继续自由航行。俄罗斯下达最后通牒，声称英国军舰再来挑衅，就直接选择炸船。俄英冲突会因此升级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最近一段时间，英国军舰强闯俄罗斯领海，遭到俄军开火警告的报道，引发了全球关注。现在大家的目光慢慢从该事件转移到两国的表态上。原本以为英国在做了亏心事，被俄罗斯狠狠教训之后，他们会主动反省一下，但是没想到英国方面在近日又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举动。据法新社报道称，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英国皇家海军保卫者号驱逐舰在克里米亚海岸附近的航行活动完全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在根据国际法无害通过乌克兰领海，这是一种航行自由的表现。他对俄军的粗暴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同时，约翰逊还强调了英国将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其中就包括了继续自由航行的决心。很显然，这是英国在通过是否闯入俄领海和做出继续自由航行的强硬表态，来维护英国的国际形象。但是这种行为毫无疑问会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击，因为在俄罗斯看来，英国所说的乌克兰领海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领海。那俄军在警告无效之后，真的会对英国军舰实施轰炸，届时俄军轰炸机的炸弹不只会落在英军舰航线上，还会直接砸向军舰本身。换句话来说，就是俄罗斯在下次面对英国军舰挑衅时，会选择直接炸船，这样就可以贯彻自己的信念，同时也能让战斗民族的炮弹教会他们怎样老老实实的当一个二流国家。约翰逊一意孤行拍板穿越俄领海，不料遭3次开火警告。敏感时刻，英国人却扯上了中国，想让中国负责，英国人疯了。随着俄英两国在黑海发生冲突后，英国媒体近日对外表示，穿越黑海俄罗斯克里米亚海域的航线本是由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提出的，但接连遭到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大臣拉布的反对。可没想到，约翰逊一意孤行，坚持要护卫者号无害地通过黑海水域。正是因为这一决定，在国际上闹出这么大的尴尬，一尴尬就是好几天。俄罗斯可不是什么善茬，在英国军舰护卫者闯俄罗斯领海的第一时间，俄罗斯战机就对该军舰3次开火，投放了共4枚炸弹。对待侵犯领海的敌人，俄罗斯军方直接出击，大快人心。而有趣的是，面对被俄罗斯狠狠扇了一个嘴巴子，英国人捂着脸不承认自己被打。结果当俄罗斯国防部拿出现场视频作证后，英国人再也没有话说了。俄罗斯更是一个强硬的国家，借着此次这个机会向英国传递一个信号：主权不容亵渎，军威更是不容侵犯的。俄罗斯的敢于亮剑，实际上也是做给除了英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看的，告诉他们，如果敢侵犯俄罗斯领海，下场不会比英国好到哪儿去。凭什么你做的事要我来买单？该不是跟在美国屁股身后叫嚣惯了，真以为自己有美国撑腰就可以有恃无恐了？对此，有网友就指出，中国是时候用一枚核弹让英国老实了。俄罗斯直接开火，让英国人意识到该国不好对付，就转头想对付中国。真要惹恼了我国，解放军也不是吃素的，还是希望英国能够3思而后行。一旦对中国做出什么危险的动作，难保我军不会像俄罗斯一样开火警告。称霸亚洲野心不死，印度欲打造亚洲第一军港，可提升战略纵深。日本人这次说了句公道话：中国才是未来。说起印度，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奇葩的国家。尽管在外界看来，印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印度自己人却似乎坚信印度就是那个沉默的巨人，总有一天会彻底爆发。就目前而言，印度确实公布了一些让其实现彻底爆发的计划，但是计划却永远只停留在计划上，实际成果着实令人汗颜。据印度时报最新报道称，印度国防部长做出重大承诺，计划将位于卡尔瓦尔的海军基地升级为亚洲最大的同类海港基地。据印度人的说法，这一计划确实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因为该海军基地目前就已经是包括印度航母在内的多艘重要战舰的母港。如果再加以升级的话，似乎其预期规模着实不能小觑。不过更加令人关注的是，印度欲打造亚洲第一大军港背后的目的。分析人士认为，一旦计划真的落实，该港将大大提升印度沿海地区的战略纵深，并且规模扩大之后，印度海军在战时也能够更加灵活地分配战舰，将能够保持对巴基斯坦的优势。但是有人更进一步地指出，如此大的规模，除了有对抗巴基斯坦的意味外，还似乎是在针对中国。我们都知道，海军实力是一国综合国力最直接的体现。那么，这是否可以认为，印度一旦打造了亚洲第一大军港，其就是影响亚洲未来的关键因素呢？日本人这次罕见说了一次公道话。日经亚洲评论表示，中国的崛起已经大大改变了亚洲，而正是这样的飞速崛起，让日本人对未来的世界局势有了一个初步的预估。未来的全球经济将由中国主导，而无论美国等域外势力如何在亚太地区挑衅中国，都不会改变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除此之外，日本还对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大为赞赏，其认为如果中国是闭口造车自己蛮干，
而不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中去。其崛起对于世界而言并不重要，但是中国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积极同世界各国合作。在过去的时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一直在稳步上升中，而这些也仅仅只是刚开始。可以说，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亚洲的未来掌握在中国而非印度手里。未来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核心地位将会越来越稳固。相比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将会越来越边缘化。美台有根本变化，台高官叫嚣武统，换来美国一记响亮耳光，普京成不定因素。最近中美博弈陷入白热化，美国又开始猛打台海牌，而台当局也跟着美国节奏一步步作死，美台关系出现根本性变化。近日，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在演讲中表示，美台关系有根本性变化，美国是其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最近美台勾结紧密，美国多次暗示会介入台海冲突的姿态，释放错误信号。如果美国真的看重台湾，为何连一点点疫苗都不舍得给？显然介入冲突损失更大，美国舍得。更讽刺的是，近日美国宣布对韩国、中国台湾、泰国进口轮胎征收反倾销税，引爆台岛舆论。台当局用瘦肉猪精上的让步，换来的是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跪舔。与此同时，台高官吴钊燮也在接受美国 CNN 采访时表示，还是有武统可能，我们必须为可能爆发的冲突做好准备。他还妄称大陆对台军事恐吓升级，显然是争取以美之路，将宝压在外部势力身上，跪求成为美方所谓印太大战略棋局中的棋子。对此，我们强硬回应，幻想以武谋独，必将遭致毁灭性失败。需要提到的是，岛内人士还关注到了俄罗斯近期行动，在中美成为主要角色外，也应注意俄罗斯的动向。一边中俄关系进入历史最佳状态，在多个领域合力对抗西方的施压；另一边，两岸因中美关系降入冰点，台海冲突机会不断接近红线。而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台海议题也侃侃而谈。此外，其舰队深入太平洋中部展开大规模实弹演习，离夏威夷就只有几百公里，这是冷战后俄罗斯最大规模的军演，不可忽略其牵制美国的意图。中俄联手，并让俄军频繁以维护远东利益的姿态在太平洋出巡，这是干扰美国在太平洋战略的后方。这会让美国在太平洋更加畏手畏脚。美国要想介入台海局势，不仅要直面中国，还要面对俄罗斯的牵制，普京成为不定因素。岛内舆论有意将台海局势拔高到中美俄印太博弈的高度，以争取美国主导的西方的支持。显然，他们应该扪心自问，自己配不配？与此同时，解放军频繁展开针对性演习，军机巡航规模也越来越大。随着美台愈发大胆的试探，耐心终究会消耗殆尽。